初秋的天空清高气爽，宁静恬淡，直隶百乡古城的上空更是晴朗万里，显得格外辽阔。淮河、五河之水环绕城内，潺潺流淌，亘古不息，母乳般滋育着这里的黎民百姓，灌溉着这方古老而沧桑的沃土。1616年阴历7月25的傍晚，魏义介在百乡县城内魏氏祖宅中降生。他的祖父魏纯粹是进士出身，曾任山西道监察御史，为官清廉，深受百姓爱戴。山西人民在他离任时，数万民众争相欢送，赋诗曰：太行溪，尽中地，半亩麦，达5-6斗，麦穗长，皆双藕。魏公之则真不朽。父亲魏百祥虽有才学，却为了培养子女，放弃了仕途。小义介生来身体健壮，从没得过什么杂病。7岁入乡塾读书，聪敏好学，博闻强记，在众多共读的孩子中显得格外优秀。祖父魏纯粹对他宠爱有加，特意为他另请名师。10岁时，父亲请来闻名遐迩的郭怀训先生为师，还在柳庄别墅腾出屋子作为私塾学堂。那里建有多处楼台亭阁，周围柳树成荫，溪流潺潺，好一派世外桃源景象。1630年，15岁的魏义介参加正定府院试，以全院第5名的成绩荣中秀才。他对自己只考了第5名并不满意，继续发奋苦读。16岁时，父亲又从山东临清请来资深教师陈孔昭，讲授经史子集及算学。1633年，18岁的魏义介参加乡试，因考前换籍未能录取，但他并未气馁，在父亲的劝慰下继续努力。同年，李自成起义军来到百乡，代理知县张旭伦想弃城逃跑。魏义介和父亲在县城南门扣马滞留，力劝知县固守城池。他们说，你如果弃城逃跑，会被城外匪军活捉，且匪军会趁此攻城，给城内百姓带来灾难，你定成为千古罪人。张知县听从了他们的劝诫，最终保住了百乡县城。城内百姓欢呼雀跃，敲锣打鼓，以示庆贺。魏义介19岁至24岁间，常与好友石寒纯、赵瑜在义园和瑶山读书学习，论坛天下。义园即现在百乡县城内东南角的海子河，当年是一个方方正正的小湖，湖中莲藕成片，湖边芦苇成丛，鱼儿穿梭其间。春夏时节，他们会来到瑶山读书，在玄武山主峰建有书房楼，每年4月初1举办文友赛诗会。1637年，22岁的魏义介应临城文友相约，到临城西山桃源洞读书。他暗下决心，一定要努力求学，为官入仕，报效国家。1638年，正定衡阳书院公开招纳优秀文士，魏义介以第1名的成绩入选。知府范成六对他的才能十分佩服，多次选其文章作为范例，在全府巡回展览。魏义介以理学为主，恪守孔孟之道，其扎实的文学功底和成熟的理学思想，为他后来从政入乡奠定了基础。1639年，24岁的魏义介与内丘知县韩公之女成婚。韩氏勤俭温顺，常以纺织半役借苦读至深夜。1641年，26岁的魏义介初次来到京城大学士吴元纳府中做客，席间论谈国家大事。他直言不讳地提出，朝中首先应削除奸臣，再整治军队，放宽天下徭役赋税，以稳民心。吴元纳对他的才略胆识表示赞赏。1642年，魏义介随范成六赴山西做师爷，前方战事渐渐吃紧，明军节节败退。范成六连升3次，最后升为经济总督。面对瘫痪的明王朝，魏义介一家有双亲为由婉言惜别。这年秋天，27岁的魏义介以第8名成绩入选举人。第2年，他心系国家命运，驰马至京城献上2计：一是征召老兵护卫京城，二是减税减租安抚民心。他直言不讳地批评朝政腐败，建议严惩贪官，把收缴的钱财充当军饷。内阁大臣们称其为王佐之才，但此时清军和李自成已逼近京城，此策虽好，恐为时已晚。1644年春，李自成攻入京城，崇祯帝自尽。李自成命将士大乐7天，京城乱作一团。吴三桂因陈圆圆被夺，联合清军击败李自成。5月，大清定国。魏义介得知消息后悲痛欲绝，因为他出生在前朝，成长在前朝，已对前朝有深厚的感情。他一度想削发为僧，被父亲察觉。父亲魏百祥把他叫到祠堂，
语重心长地说：“识时务者方为俊杰。满族同胞与汉族同胞同为炎黄子孙，同为泱泱神州的组成部分，不该有民族意识心理，要一视同仁。”魏义介听后心情有所缓和。他的姐夫高祝和被清廷任命为江南学政，邀他同往江南。一路出临清，到济宁，到苏州，到杭州，他们览长江之激流，观黄河之汹涌，山川人文尽收眼中。南游使他深感祖国壮美，爱国之情愈燃愈烈。1646年，魏义介赴京赶考，高中进士第12名，状元为山东聊城的傅仪介。他被选入翰林院人庶吉士。在翰林院，他勤奋工作，对每份奏折细细阅读，查漏补缺。他的文采思想逐渐被朝廷关注。一次，摄政王多尔衮和孝庄太后驾离翰林院，魏义介当面建议撤回变发令，虽遭多尔衮怒斥，却给孝庄太后留下了深刻印象。孝庄太后对多尔衮说：“魏义介长得一表人才，办事果断有魄力。我们必须依靠这些德才兼备的汉人。我们满族人士夺得了天下，但要想治理好国家，没有汉人那是不行的。”此后，魏义介更加勤奋工作，在各项测评中名列前茅。32岁时，他被提拔为工科给事中，正式涉足政坛。一次御花园午宴上，多尔衮问魏义介是否懂满文，又提议让汉臣都习满文。魏义介直言反对，指出汉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母体，满臣必须熟悉汉文。他建议以北京方言统一全国语言。满族大臣索尼指责他贬低满族文化，魏义介从容应对，使索尼无言以对。孝庄太后对他的见解深表赞同。顺治帝年满12岁，仍未请示教文，魏义介心急如焚。他当着众臣的面写下奏折，建议幼帝尽快选师求学。孝庄太后正有此意，拿着奏折找到了多尔衮。多尔衮虽不愿让顺治读书，却无法再拖延，只得同意。孝庄随即任命魏义介为右帝侍讲，并向他倾诉了自己与多尔衮之间的复杂关系。魏义介教导顺治从千字文、三字经学起，循序渐进。他引用韩愈的话：“业精于勤，荒于嬉，形成于思，毁于随。”顺治从此黎明即起，秉烛夜读。魏义介还告诫顺治要忍耐，不可急于求成，身正不怕影子歪。当多尔衮想带顺治出猎时，魏义介巧妙地维护了顺治的学习权利。大同总兵江襄叛乱时，魏义介在朝会上建议先修书劝降，再集结兵力。多尔衮采纳了他的建议，命他当场修书。魏义介挥笔写下劝降信，既争取了时间，又减少了伤亡。多尔衮看后称赞道：“真是一封好信。大儒就是大儒。”多尔衮外出狩猎期间，顺治帝偷偷出宫拜访魏义介。魏义介夜观天象，预判多尔衮可能遭遇不测，提醒顺治早做准备。他还告诉顺治，大学士孙其逢因圈地之灾有家难回，希望顺治亲政后能善待这位大儒。魏义介的母亲去世数月，他因公务在身，未能返乡奔丧。临别前，他将应对突发事件的办法写成密信交给顺治。顺治感动地说：“你是朕的忠臣，你很了不起。”魏义介含泪告别，返回故乡奔丧。魏义介的一生是一部关于忠诚与智慧、坚持与勇气的史诗。他以大丈夫入朝为事，应尽忠朝廷，心系国民安危自律，不结党营私，刚直率真。他孝敬母亲的佳话在朝野流传，其品行深受孝庄太后器重。作为顺治帝的老师，他帮助这位少年天子在多尔衮的阴影下逐渐成长，为大清王朝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。魏义介的故事告诉我们，无论身处何种时代，都要坚持正道，心系天下。他的智慧和胆识，他的人品和操守，至今仍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仰。从百乡古城走出的这位少年，最终成为大清国相，他的人生轨迹本身就是一部励志的传奇。现代启示，魏义介的故事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。第一，教育是最好的投资。魏义介的父亲魏伯祥为了儿子的学业，放弃了仕途，精心为他聘请名师，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。这告诉我们，对教育的投入永远不会白费。在当今社会，无论是对子女的教育还是自我提升，都需要这种长远的眼光和坚定的投入。第二，在逆境中保持坚韧。
卫懿界经历了明朝覆灭、清朝定鼎的巨大历史变革，他没有选择逃避，而是积极适应新环境，在新的时代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。这告诉我们，面对人生的巨变，与其沉溺于过去的辉煌或悲伤，不如积极调整心态，寻找新的机遇。第三，直言进谏需要智慧和勇气。卫懿界多次冒死进谏，但他不是盲目冲动，而是审时度势，选择恰当的时机和方式。他既坚持了自己的原则，又避免了不必要的冲突。这告诉我们，在工作中表达不同意见时，既要有勇气坚持真理，也要有智慧选择方式。第四，做人要正直，不结党营私。卫懿界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，始终保持清醒，不攀附权贵，不结党营私。他以大丈夫入朝为事，应尽忠朝廷自律，这种品格在任何时代都值得敬佩。第五，教育改变命运。卫懿界从百乡县城的书香门第走出，通过刻苦学习，最终成为大清国相，教育了少年天子。这再次证明，知识改变命运，教育成就未来。无论出身如何，只要有志向、有毅力，通过学习都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。延伸思考，卫懿界的故事还让我们思考一个更深层的问题：在历史的转折点上，个人的选择如何影响历史的走向？卫懿界选择效忠清朝，帮助顺治帝成长，这一选择不仅改变了他自己的命运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清王朝的走向。如果他坚持效忠明朝，或者选择隐居不仕，历史可能会呈现不同的面貌。这提醒我们，每一个人都不是历史的旁观者，我们的选择都在塑造着未来。在面对人生的重大抉择时，我们应当像卫懿界一样，既要有坚定的信念，又要有灵活的智慧，既要坚持原则，又要审时度势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，为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。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，卫懿界的故事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的一个缩影。他作为汉族知识分子，能够在清朝初期积极促进满汉融合，推动文化统一，这本身就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和生命力。他的经历告诉我们，文化的融合不是一方消灭另一方，而是相互学习，取长补短，共同发展。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，这种包容开放的精神显得尤为珍贵。我们应当学习卫懿界的胸怀和格局，以开放的心态面对不同文化，在交流互鉴中实现共同进步。